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牛马。南京博物院的大瓜还没完了，越来越魔幻了。我今年80多岁了，生病在家里边。08年退休以后，所有的外界的事情我都不参与了。现在省委已经决定成立工作组了，我们这些人不便说三道四，而且我们也不了解情况。当时这个事情也不是我经手的，我也不是书画鉴定家，继续出主意。书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真假问题，我搞不清楚。那我自己学画，我得到的结论是呢，这个画没有假的，就是署名是谁的而已。这张画你是一张很好的画，你署你的名字那就是你的，你署傅老师的名字就是傅老师的。至于真傅老师假傅老师那另说。所以不要在真伪上下更多的功夫，要这张画它的艺术价值上多追求。南京博物院事件随着前院长的发声和前员工的实名举报，网友的热议越来越激烈了。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的身份当年简直是套利的天花板。他既是南博的副院长，也就是这批文物的出货方，又是江苏省文物总局的法人，这批文物的接收方。这操作在金融界叫非法关联交易，在古玩界叫铲地皮，在普通人眼里叫做监守自盗，自己批条子给自己送货，连演都懒得演，这吃相确实难看。临时工和年代久远，这是墙内领导的万能挡箭牌。前院长徐湖平现在的回应也是典型的退休养老式话术。我不懂鉴定，我只是签字，我已经退休20年了，签个字把千万级国宝都处理了，现在说自己不懂，当初拿工资当院长出风头的时候，怎么没说自己不懂呢？这种出了事就是程序主义，查到头就是集体决策的套路，大家早看腻了。这样可以啊。实名举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盗窃故宫南迁文物。我是南京博物院文物典藏部退休职工郭立典，工号08006，现向国家文物局、公安部实名举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有组织、有预谋、大规模盗窃走私故宫南迁文物，致使数以千计国宝流失损毁，请求对其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立即进行全面立案，以正国法。故宫南迁文物一共有2211箱，约10万多件文物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。徐湖平任职南京博物院院长期间，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，擅自撕毁文物保管箱上的抗战时期的封条，起诉大量珍贵文物。接下来他指使鉴定专家，包括故宫文物在内馆藏文物鉴定为赝品，然后低价销售给自己主管的江苏省文物商店，再转手倒卖给其子齐湘江在上海开的文物拍卖公司，最后出售给法国的商人和各地文物贩子，从中谋取暴利。这些文物中不仅有一大批官窑瓷器，还有数量众多的国宝孤品、书画作品。徐湖平借助贩卖国宝大发横财，为逃脱法律制裁，他先后将多件书画赠送给国际政府领导，包括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、江苏省反贪局局长韩建林。为了躲避清点检查，他长期积极阻挠故宫博物院归还南迁文物的正当要求。自2008年起，我院40多位职工联名举报多次。2008年，新华社内参上刊登徐湖平腐败材料，但由于行贿对象太多，背后势力过于庞大，竟石沉大海，不了了之。至此，庞大成家族见证的画作被拍卖，全国议论哗然。我再次将此人的罪行公布于众，希望国家文物局、公安机关立即对此人进行立案调查，
组织人员按原故宫专项清单重新清点南迁文物，追回流失的文物，让国宝回家，让齐护平的罪行大白于天下，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。举报人：南京博物院郭立典。2005年12月21日。原视频很快就被举报下架了，这是网络上存留的一点点痕迹。这次郭立典的实名举报之所以在舆论场上投下的一枚核弹，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口头举报，而是精准地切中了文博系统最黑暗、最隐秘的深水区。郭立典曾任南博典藏部员工，也就是管库房的。他的身份决定了他掌握的信息不是道听途说，而是圈内人的临终遗言。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这次举报的杀伤力。首先，举报的内容的系统性不是偷一两件，是搬空。这些文物首先由专家定性，然后调拨出库，再然后转手到江苏文物总店，最后流向拍卖会洗白。这哪是博物院，简直是高效的国家洗白流水线。其次，指名道姓，直接锁死前院长徐沪平。郭立典在视频里拿命在搏，这种指控如果查实，徐沪平就是妥妥的职务犯罪。最后，他还撕开了鉴定权的黑幕。在博物院里，权力的尽头是鉴定权，只要院长和核心专家说这幅画是假的，他就在档案里是假的。普通人甚至其他员工根本无法质疑，因为鉴定是一门带有主观性的艺术科学。郭立典的举报揭露了，当鉴定权失去监督，他就变成了抢国库的钥匙。郭立典还提到了他从2021年就开始举报，但直到2025年，随着庞家人打官司，网络舆论的发酵，这封举报信才真正被看得见。这说明文博系统的内部监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失效的，甚至存在官官相护的保护伞。更悲凉的是，一个守护着库房一辈子的老职工，最后靠拍短视频实名举报来寻求正义，这本身就对相关部门的巨大讽刺。最后我们看看广大网友的搞笑倡议吧。这几天网友们都在叮嘱南京消防一定要关照好南京博物院，因为冬天到了，天干物燥，一定要时刻给消防车加满水，准备好云梯，准备好长长的水管子，还得多准备点干粉灭火器，每天48小时随时待命。实在不行，就先把博物馆用水车给围起来，让消防员吃住都在博物馆。大家千万可都别眨眼，一定要及时发现火源，及时处理。同时，消防员还能受到古董的熏陶，这可谓是一举双得。这次事件的走向越来越抽象了吧？网友给南京消防留言，简直把中式黑色幽默发挥到了极致。这种留言行为的背后，其实深藏着极其辛辣的讽刺和深深的无力感。大家不是真正担心的要起火，大家是怕库房里原本的该有的档案和文物，突然因为一场恰到好处的火灾物理消失了。因为这是墙内政府官员常干的事儿，只要一查账、一审计、一彻查，关键证据所在的库房往往就会失火。网友这是给南博打一个预防针，火警叔叔要看紧点，这把火要是烧了起来，全国人民可不答应。网友在留言区刷屏，实际上是在向相关部门喊话，别想通过毁尸灭迹来平息这件事，挤一双眼睛盯着呢。任何形式的死无对证都是在对大众的智商侮辱。其实这件事很魔幻，本应该由纪委和文物局解决的问题，最后压力给到了消防。要是过2天南博真传出库房检修或者由于电路老化导致的档案受损的消息，那网友的吐槽恐怕真正变成了神预言了。这出戏是不是彻底演到头了？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瓜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让我们持续关注此事件。谢谢大家收看。